今天的晚餐都是流水线的蒸菜，一样接着一样，特别是这个蒜香蒸排骨，软烂的同时它又很香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。我买的是肋排，这一盒400克，给它清洗干净，我就加了一点生粉，然后倒入清水，给它们抓捏，可以去掉表面的那些血水啊，然后不用泡嘛，多清洗几遍，然后把水分沥干就可以了。大蒜粒买了这种现成剥好的，就挺方便的，我手有点疼，今天偷个懒。然后今天的大蒜器还拉坏了哈，这怎么都回不去了。不过呢，我之前听一个朋友的建议，就是看我拉的挺费劲的，让我备一个电动的，那刚好我今天就用上了。我以前不太爱这个，就是要充电，尽量把它那个蒜末搅得比较细一点，放到那个排骨里面，然后加上一点点盐，一点点白胡椒粉，然后大概就是2勺的生抽，半勺的黄豆酱，因为我家里有这个叉烧酱哈，我也加了半勺进去，就比较少一点的用量，还倒了一点生粉，然后淋上一点食用油就可以了，给它们抓捏均匀。你如果有时间，你这个排骨可以放到冰箱去腌制一下，比如说你早上买回来就腌好，晚上就可以来蒸了。我基本上就是只腌了半个小时吧，腌好以后你就开水上锅，给它蒸30到40分钟吧。那个料汁也要放进去，它那个蒸出来的那个水分汤汁就比较多，让它先蒸着。第二个菜系是可以消耗家里面的腊肠腊肉的做法，牛羊蒸菜，就这个是我一个双拼的哈，自己做的腊肠已经没有了，就这么一根给它切成，然后配了一点广式甜肠，它那个买的它那个肥肉很多，就有点腻，然后你放一点蒜末，粗的辣椒粉，一定要辣一点的才够好吃，加上豆豉、青红辣椒，下面可以淋上一点点清水，然后再上锅给它蒸，同样是蒸20多分钟吧，这个不需要蒸太久。趁这个时间，我刚刚去看了一会儿书，然后我们现在秋冬季的话呢，会有甘蔗吃哈，我们这边的甘蔗是给你削好，切成小块了，那个梗都给你去掉了，特别方便。再给他们做个水蒸蛋吧，还会有一个隐藏吃法，我觉得是很方便的，你们参考一下。我家里是有2种鸡蛋的，一个是吃溏心蛋会用到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，绿壳鸡蛋的话呢，就是老家带回来的，它比较小，然后的话呢，每次带回来都是很新鲜的，就有时候做水蒸蛋呐，然后炒着吃，加一点点盐，彻底给它们搅散，再准备70-80度的热水啊，就有点烫手的那一种，比例1:2。1:1.5都可以，我每次都是随便倒的，给它们彻底搅拌均匀以后，你如果倒到另外一个碗里面，你就过滤一遍，它这个泡沫啊，还有一些没有打散的，它就会过滤出来，比较细腻一点。你可以放一点西兰花末，很好看，我没有我就放了一点葱末，再倒入1圈的食用油，就这样上锅去给它蒸12分钟吧，我应该是蒸了12分钟，今天的3个蒸菜就可以出锅了。它蒸出来的口感是很嫩的，大家参考一下。然后排骨蒸出来它那个汤汁就很多，你撒上一点青红辣椒、葱花，点缀一下。今天的蒸菜基本上就是一盘接着一盘，我没有用那个蒸箱，每次蒸箱它蒸出来都有一滩水，我懒得去清理。南瓜的话呢，我就是淋了一点甜酒，然后一些桂花蜜，它就比较甜。然后这个辣蒸菜的话，你吃之前要给它拌开的，虽然没有放一些调料哈，但是拌开以后它那个味道会比较均匀。排骨一定要去试一下，他们今天连这个汤汁泡饭都觉得很香。鸡蛋羹的隐藏吃法，我是搭配了内酯豆腐，你给它挖到一个碗里面，因为内酯豆腐是可以直接吃的，比较嫩啊。你再放入一点肉汤啊，就排骨汤、生抽、陈醋、辣椒红油，再来一点花椒面、蒜末，你看看。放假那一会儿追了一个电视剧《山花烂漫时》，看到张老师吃那个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是又哭然后又流口水，大半夜的又饿，然后我今天可以复刻一下这种简单的，特别它里面有鸡蛋羹，很鲜嫩。然后剩下一点豆腐脑，我搭配了紫菜、豌豆苗，做了一个蔬菜汤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。今天的晚餐搞定了，我们明天早上再见，拜拜。